你有看过前阵子很红的《咒》吗？那部电影的核心就是在呈现各种难以解释的超自然现象。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专门研究这些超自然现象的学科——超心理学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祺。台湾的民间信仰相当的兴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有听说过各种习俗还有仪式，比如观落阴、服卵、起乩、收金、驱魔等等。而在西方，我们也能够透过很多恐怖片或者是鬼片，看到很多难以解释的超自然现象，以及相应而来的神秘仪式。比如说是安娜贝尔，就是一个恶灵附在上面的洋娃娃，而华伦夫妇呢，则是处理相关灵异事件的专家。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华伦夫妇的故事据说都是从现实事件而改编的，但这到底是真的吗？这个问题不只是你会想问哦，事实上呢，100-200年前就一大群的科学家开始展开相关的研究，一直到今天，它也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做超心理学。而今天的影片呢，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超心理学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又在研究什么吧。不过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听过第3类半导体氮化镓吗？氮化镓是半导体产业最前沿的科技之一，而领导品牌德州仪器已经在这个领域投注研发超过了10年，在个人电子装置、资料中心、电动车等等的应用都已经获得成果。比如说 TI 氮化镓电源应用成功达成提高效率、减少系统占用空间与系统元件、平衡功率密度、缩小体积与重量、降低成本等目标。另外，在能源应用的方面 ，TI 氮化镓可以协助设计更小、更轻、更高效的逆变器，跟现有的逆变器相比，它的功率密度可以高达3倍，减少对于电网的依赖。未来 TI 会投注更多的产能跟投资，扩展氮化镓的各项技术和解决方案，持续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欢迎点击 TI 氮化镓页面了解更多资讯哦。心灵学真正成为一个研究的学科，必须要追溯到185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通灵术风潮。这场风潮起源于美国海德斯威尔村庄里面的福克斯2姐妹。在1848年的某个晚上，这对14岁和11岁的姐妹听到不知哪传来的不明敲击声，妹妹开玩笑的称呼敲击声为快脚先生，然后她拍手几下要求对方照做，结果对方也立刻敲出同样数目的声响。而当姐姐加入游戏时，快脚先生也同样给予了回应。之后他们还问问题，让快脚先生用声音来回答是与不是。事情传开之后，姐妹俩曾经多次的公开表演哦。虽然有人怀疑这是姐妹俩用膝关节还有脚趾关节发出的声音，但现场听过表演的人都表示，这个敲击声比人体的关节能发出的声音还要大很多，应该不是他们假装的。那虽然事隔这么久，这件事情的真假已经无法断定，但在当时却直接带动了民间对于通灵术的兴趣，尤其是由灵媒所举办的和死者沟通的仪式通灵会，在欧美各地涌现。这时候的灵媒一般会分成物理和精神2大类。物理灵媒的能力表现在物体的移动变化上面，比如像是漂浮啊、移动物品之类的；而精神灵媒则是能够跟非肉体存在，比如说像是鬼魂、指导灵等等的来沟通。不过虽然民间非常风靡哦，但当时科学界的态度大部分都不太相信，甚至跟他对抗。有一些科学家试图以科学方式对通灵会和灵媒的超能力进行考究，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所谓的通灵力啊，或者是超能力都是骗局。1871年，著名的英国化学和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开始对一位著名的灵媒霍姆展开调查。这个克鲁克斯呢，在29岁那年就发现了橐元素非常的厉害。当时大家都以为他会重重的打击这些通灵现象，没有想到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连克鲁克斯都对自己所看到的现象感到幸福。在克鲁克斯的记录当中，他曾经看过霍姆以渐进的方式漂浮起来，离开地面18英寸，大概是45公分左右。当时他要用手绕过了灵媒的身体，确认没有作假。但克鲁克斯的调查报告却受到了学术界的抨击。有人说，当时他视力不佳，又没有戴眼镜；有人认为呢，克鲁克斯的实验并没有用严格的科学方式进行；还有人说，他以前曾经有几次受骗的经历，甚至有人觉得他跟一些女灵媒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些指控是不是真的，我们现在也很难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学界之所以会这么生气，是因为在通灵术最兴盛的当时，确实有很多人会用障眼法的方式骗人，说自己会通灵，并以此获取各种利益。不过，就算骗子很多，但当时还是有不少完全看不出破绽的超能力现象，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决定持续的研究，甚至成立专门的机构。
1882年，英国伦敦成立了第一个心灵学研究会，使得心灵学逐渐成为一门学科。有趣的是，这个研究会的第一任主任呢，是由对心理学保持怀疑态度的希济维克来担任。当时成员们希望可以透过他公正的形象，吸引更多的学术人士对心灵力量进行研究。而很快的，在3年之后，美国也接着成立了美国心灵学研究会，跟英国的学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此时的协会成员呢，主要有2种人：灵媒跟学者。而当时的研究范围包含了心灵感应、催眠术、灵媒的各种能力、瑞森巴彻现象，也就是人体发光现象、幽灵与鬼屋以及通灵会。后来，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日本等地也都纷纷成立了相关的研究组织。来到1930年代，心灵学的研究在一个人的带领下经历了转型。过往的研究主要都是研究者们跑去灵媒所举办的通灵会现场进行研究，但植物学家莱恩认为这种做法不好，因为很容易被设计被灵媒们牵着鼻子走。莱恩说，应该要研究者主动设计具有科学性的实验来证实各种心灵能力的存在，而他个人最著名的实验就是透过一系列的卡测试来证实人类的超视觉能力。他跟同事泽诺一起设计了一套25张的泽诺卡，卡图上面呢有圆圈、正方形、心形、斜插，还有3条波浪等5种不同的类型。他们把卡片密封在信封里面，由志愿参加的受试者隔空猜测牌面。如果有人猜对的成功率比一般平均的 20% 还要高很多，那很可能就代表这个人真的有超能力。1931年，莱恩给了一个叫做亚当的受试者测试了18张卡片，结果亚当的命中率竟然达到了100%。而接着，莱恩继续为亚当测试了300张卡片，亚当的命中率还是有 39.6%， 远高于 20% 的平均值。而1934年呢，莱恩把他那几年的实验结果写成了《超感应力》这本书，书里面写到呢，有8位受试者的记录远远超过了一般 20% 随机猜中率。而后来有很多的大学的心理系试图重现这个实验。在3年间呢，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的实验就有9万个，但却很少有实验能取得差不多的成果。不过，这并没有阻止相关研究的脚步。莱恩在杜克大学设立了超心理学实验室，接收来自各地的案例，开始进行汇整分类的工作。发展到此时超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已经逐渐的系统化，主要可以被划分为4大类。第一类超感应力，包含了像是心灵感应啊、透视、预知等能力，这比较倾向于许多宗教里面一些先知所拥有的能力。第二类心灵制动，就是各种念力的展现，比如说像是搬运啊，还有漂浮。第3类呢是意识状态的改变，则是像是心理学啊，还有超心理学所共同探讨的内容，比如像是梦境还有催眠。而至于第4类非肉体存在，可能是大家最熟知的类别了，这是我们从各大影视作品都可以看到的关于鬼魂啊、恶魔啊、精灵等不知名的非人存在。举例来说，电影《安娜贝尔》系列就是改编自华伦夫妇所处理过的真实案件。华伦夫妇是美国著名的灵异现象调查者，丈夫爱德华呢是一位自学的恶魔学家，专门研究古今的恶魔信仰，同时也是作者跟大学讲师。而妻子罗琳呢，则是一名拥有超视觉能力的灵媒。1952年，他们夫妻俩成立了当地最早的新英格兰心灵研究协会，但他们只专注于灵异现象调查，像是电影《丽婴宅1、2》以及《安娜贝尔》就是改编自华伦夫妇曾经处理过的案件。不过，一直到今天，这类案件的真实性还是备受怀疑。1997年，新英格兰怀疑论学会在看过华伦夫妇提供的影片之后，认为他们提出的证据并不够强力，因为当时的摄影技术本来就很容易拍出所谓的灵异照片，而华伦夫妇也没有办法用任何科学性的方式来证明恶灵的存在。在做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是，这些变来变去的超能力是真有其事吗？确实以现在的科学视角来说，这些无法用科学证实的东西，因为呢它都很难证明所以在各个时代都备受质疑。不过我们觉得这类学科之所以一直都没有消失，或许就在于人们总是对未知的事情总是充满好奇跟向往。越是神秘的东西，越想要一探究竟。就算全世界都与我为敌，那如果今天我真的发现了什么东西，那我可能就是改变历史的那个人。客观来说，这些探索的过程也能够增进我们对于未知世界的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某些人来说，是不是伪科学可能就未必那么重要了吧？好的，最后还是要来问大家，你相信超自然现象或者是超能力吗？相信，不然怎么会有科学都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比半信半疑在科学能够验证之前都抱持着观望
梦态度。C 不信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超心理学。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僵尸以及台湾妖怪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是被告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